大家還記得這個因為媽媽總是偏心弟弟絕望到想用塑料袋裹頭來結束自己生命的10歲小女孩嗎？有暴力傾向的弟弟為了獨佔媽媽的寵愛，總是故意挑釁招惹姐姐，事後再顛倒黑白反咬一口，把所有過錯都推到姐姐身上，把自己偽裝成家裡最弱小最可憐的那一個。從此這個家裡挨罵最多的是姐姐，受委屈最多的是姐姐，默默吞下所有啞巴，最有苦說不出的永遠都是懂事的姐姐。而被兒子的小心機耍得团团轉的媽媽或許早就忘了，姐姐天生就是那個會心疼她的孩子。長大後的弟弟更是把拿捏媽媽的心思練得爐火純青，只需耍點小手段，光着腳跑到門外，裝出一副要離家出走的可憐模樣，媽媽就立馬心疼得不得了，趕緊跑出來安撫，哭着把她摟在懷裡，一遍遍卑微道歉，說着媽媽不能沒有你。這份極致的心疼和偏愛從來不會落在姐姐身上，哪怕姐姐已經絕望到用塑料袋裹頭，表示自己不想活了，跟媽媽哭訴自己的人生正在被弟弟一點點毀掉，活得壓抑又窒息，媽媽也從未真正把女兒的絕望和委屈放在心上，甚至在第二天還會反過來開導女兒，拿弟弟年紀還小不懂事當借口，一味要求姐姐懂事忍讓包容，讓她多體諒弟弟，別和弟弟計較，還逼着姐姐幫着她一起遷就縱容弟弟。善解人意的姐姐總是很能體諒媽媽的難處，哪怕自己的心裡早已傷痕累累，她也還是會默默答應以後在弟弟面前絕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獨自扛下所有委屈，絕不給媽媽添麻煩。可媽媽越是把全部精力和偏愛都投入到兒子身上，兒子的脾氣和暴力行為就越發失控，後來更是直接對媽媽拳腳相向，肆意施暴，事態徹底失控，惡化嚴重到連育兒專家吳博士都不得不緊急介入干預，為防止男孩隨時情緒失控再次暴力攻擊媽媽，吳博士首先讓媽媽和孩子拉開安全距離坐好，自己則坐在男孩身後隨時觀察狀況，指導媽媽應對。剛一見到媽媽，男孩就立刻撒潑大鬧，又哭又喊，情緒暴躁，質問媽媽是不是瘋了，竟敢這樣冷落疏遠自己。吳博士立刻提醒媽媽，不管孩子說什麼，鬧得有多凶，一定要先穩住情緒，千萬不要開口回應。像他這種心思敏感又極會拿捏人心的孩子，只要媽媽一搭話，一心軟妥協，他立馬就能再次掌控全局，反過來牽着媽媽鼻子走。而此刻的沉默不回應，也是給孩子留出情緒緩衝的空間，讓他慢慢平復失控的情緒。見媽媽始終沉默不語，不為所動，兒子的情緒越來越激動，說的話也越來越難聽，甚至惡語傷人心，質問媽媽是不是巴不得自己去死，把自己孩子弄哭後就不見了，就撒手不管了。一番發洩後，見媽媽依舊無動於衷，他又立刻改換套路，開始刻意賣慘薄同情，試圖勾起媽媽的愧疚感，質問她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親媽，哪有親媽這樣狠心冷落自己的孩子。若是換作平時，媽媽早就心軟破防，忍不住上前擁抱妥協了。清楚媽媽心軟弱點的吳博士立刻寫下指令引導，媽媽完全沒有一點身為家長的威嚴，語氣全程軟弱無力，甚至還帶着一絲遷就撒嬌的口吻，沒說幾句話就立刻被兒子強勢打斷。他傷心大哭，故作委屈的哭訴媽媽不理自己，甚至還放出狠話，賭氣說不如死了算了，撒潑糾纏的樣子簡直像極了分手時要死要活的前男友。看着媽媽滿眼心疼，快要破防，吳博士趕緊写字提醒，讓他穩住情緒，千萬別心軟妥協。母子倆就這樣又僵持了15分鐘，見哭鬧哀求沒用，男孩又立刻改換招數，死死拽着媽媽，拼命搖晃她身體，逼着媽媽給自己回应。吳博士預判男孩情緒馬上就要徹底失控，他立刻示意媽媽往後退，和孩子拉開安全距離。果然下一秒，男孩的情緒徹底炸雷，顛倒黑白，把所有過錯都怪到媽媽頭上，接着抬腿照着媽媽胸口狠狠踹了一腳。吳博士見狀立刻起身制止，第一時間按住男孩双手，鸡賊的男孩立馬順势躺倒在地，借機掙脫束縛。吳博士怕他真的磕碰受傷，只能暫時鬆開手，隨後蹲下身子，用嚴肅凌厲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男孩瞬間被吳博士強大的氣場震懾住，下意識蜷縮身體往媽媽身邊躲。他十分清楚媽媽永遠會無底線縱容自己，為了掙脫約束靠近媽媽，他甚至開始對吳博士動手施暴。吳博士再三嚴肅警告絕不可以動手打人，但男孩卻像沒聽到一樣，依舊肆意胡鬧，肆意撒潑。吳博士一遍遍嚴肅叮囑男孩往後退，不准再動手。男孩一邊哭一邊极不情願地往後挪了一小步，見強硬哭鬧撒潑耍橫都不起作用，男孩立刻又心生一計，拉着媽媽的手打起了苦情牌。本就心軟心疼兒子的媽媽下意識緊緊握住他的手，吳博士见狀立即提醒媽媽趕緊放手，讓他嚴肅命令兒子往後退。可媽媽說話的語氣依舊是軟弱撒嬌，毫無震懾力。但好在這次男孩暫時收斂，乖乖坐回了原位，但這並不代表媽媽奪回了家庭教育的主導權。新一輪的對峙很快又再次爆發，看着兒子哭得嗓子沙啞，不停哀求自己開口回應，媽媽心疼到淚水止不住的流。吳博士急忙再次提醒媽媽，就算孩子再怎麼苦苦哀求，也絕不能心軟搭話輕易妥協。媽媽只好強忍情緒，擦乾眼淚，讓兒子安靜等待。可男孩沒安靜片刻，又開始大喊大叫，揚言要跟媽媽斷絕關係，聲稱就當沒他這個兒子。他一邊穿鞋一邊滿嘴狂飆垃圾話，辱罵屋裡所有人都是廢物。不過還沒等他走到門口，節目組工作人員就按照吳博士的要求強行把他抱了回来。氣急敗壞的男孩當場失控，轉身就朝着媽媽後背狠狠踹了一腳，媽媽瞬間疼得難以忍受，直接癱坐在地上。吳博士連忙上前安撫鼓勵，肯定媽媽剛才的堅持，勸她千萬不要放棄，把孩子帶回座位，重新做好溝通。可當看到媽媽哭着卑微哀求兒子時，吳博士不得不再次嚴肅提醒媽媽，語氣必須堅決果斷，此刻絕對不能再軟弱遷就。果然媽媽剛才的退讓和哀求換來的是兒子更加肆無忌憚的失控暴怒，拳頭如雨點般狠狠朝媽媽身上砸去。眼看局面徹底失控，吳博士不得不親自介入，他牢牢抓住男孩双手，强硬命令他立刻去向媽媽認頭道歉。男孩磨蹭的挪到媽媽身前，依舊死性不改，嘴硬的表示要他道歉，前提是媽媽必須先向他道歉。吳博士嚴肅告訴他，打人從來都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輕易翻篇的事，這是絕對不能觸碰的底線，哪怕在這裡做到第二天早上，也必須讓你徹底銘記這個道理。隨後他厲聲制止了男孩的哭鬧狡辯，讓他安靜等候，不許
在肆意撒潑。接着吳博士轉頭看向媽媽，用更加嚴厲的語氣告訴她，孩子讀幼兒園就會做5年級的數學題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重要，比學習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品格。動手打人是絕對不能縱容的惡習，可男孩對此至今都沒有半點認知。作為媽媽，本該教會孩子最基本的是非對錯，可長期無底線的溺愛與縱容不斷助長了孩子的戾氣。如果繼續放任不管，任由他的暴力脾氣肆意生長，等他將來踏入社會，只會闖出更大的禍，付出一輩子都無法挽回的沉重代價。20分鐘後，吳博士示意男孩看向自己。令人意外的是，平日裡嚣張跋扈、無法無天的男孩，此刻竟像一隻溫順的小羊一般乖乖聽話配合。這一反常態的轉變讓演播室的所有人都倍感震驚。隨後，吳博士解開了男孩心底的執念，耐心跟他解釋，媽媽之前不回應、不迎合你的哭鬧，從來不是討厭你刻意冷落你，而是想要糾正你的壞脾氣，用心把你教好。在你犯錯傷人的時候，大人絕不袖手旁觀、縱容姑息，正是因為珍惜你、疼愛你，才不願看着你一步步走上歪路。은경이 마음은 어때? 엄마 때리고 나면? 听完吳博士的話後，男孩再也忍不住一頭撲進媽媽懷裡，哽咽着一遍遍道歉認錯。看到這一幕，所有人都心頭一軟。那個平日裡囂張跋扈、肆意施暴的男孩，終於卸下鋒芒，露出了內心柔軟的一面。可感動的同時，所有人心裡都不禁生出一個疑問：這個被長期溺愛、寵壞、脾氣霸道、暴力的男孩，這一次是真的徹底醒悟了嗎？他真的能徹底改變以往暴力任性的毛病，從此好好對待媽媽和姐姐嗎？結尾我們一起揭曉答案。為了徹底扭轉這個家庭畸形的相處模式，吳博士專門為這一家人量身定制了一套專屬改造方案。他特意安排媽媽和姐姐進行角色互換體驗，讓兩人換位思考，切身感受彼此處境裡的委屈與難處，一點點化解積攢多年的母女隔閡。除此之外，吳博士還精心制定了全家同心協力的登山計劃，讓姐弟倆輪流擔任領隊，在互相配合、彼此協作中，慢慢淡化姐弟間的疏離與對立，化解長久以來的矛盾。所有人都以為這會是一場治癒又溫暖的家庭成長之旅，能讓這個破碎失衡的家庭慢慢回歸正軌。可誰也沒想到，蛻變的考驗才剛剛開始，殘酷的現實就再次打臉。才剛爬了10分鐘，弟弟就徹底扛不住，體力透支到渾身發軟，身心崩潰到大喊大叫，一個勁地說自己根本堅持不下去。先前說好的家庭團結、互相扶持，在他的任性面前被徹底拋在腦後。此刻的他滿心只有抱怨和退縮，一心只想趕緊下山回家，再也不遭這份罪。弟弟這副任性懦弱於是就退縮的模樣，看得姐姐早已麻木，一句多餘的話都不想和他說，轉身拍拍屁股，獨自朝着山頂繼續前行。而這一次，媽媽的態度也迎來了徹底的轉變，沒有像往常一樣無底線溺愛遷就，而是開團秒跟鼓勵弟弟跟上姐姐腳步。在媽媽的引導下，三人很快手牽着手，一路堅持走到了半山腰。這時天真的男孩還滿心歡喜的以為自己已經成功登上了山頂，可當聽到媽媽說連一半都還沒有爬到時，他瞬間像泄了氣的皮球，整個人都蔫了，只覺得這山高的實在是有些離譜，徹底喪失了堅持下去的動力。為了逃避，他立刻習慣性的找起了借口，謊稱自己有恐高症，此刻害怕到了極點，現在必須立刻馬上回家。其實自從參與節目錄制後，媽媽想要教好孩子、改變家庭現狀的決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堅定。節目播出後，在當地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注，有爭議吐槽，有暖心鼓勵。這些外界的聲音就像一面面鏡子，時刻警醒着媽媽。她開始不斷復盤過往，自我反思，深刻反省自己多年來錯誤的教育方式，正是自己的偏心、軟弱和無底線縱容帶給孩子、帶給整個家庭的傷害。努力戒掉往日的軟弱遷就，放下毫無底線的偏愛縱容，一點點修正自己的教育方式，用心守護2個孩子的成長。在媽媽耐心的堅持和鼓勵下，男孩最終還是咬着牙重新鼓起勇氣朝着山頂出發。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看似堅強的媽媽在離婚後其實一直飽受恐慌症的折磨，常年被焦慮裹挾。她獨自拉扯着一雙兒女長大，沒人搭把手，沒人能傾訴。那些藏在深夜裡的疲憊、委屈與艱難，外人根本無法體會，也無從知曉。可即便如此，她從未有過一絲退縮，更沒有想過放棄，始終拼盡全力，用心陪伴，用心守護，把滿滿的愛與溫暖都給了孩子。登山之路愈發艱難，臨近山頂時，弟弟徹底走不動了，一動不動地癱在原地，看着兒子疲憊不堪的模樣，媽媽二話不說彎腰背起了弟弟。最讓人動容的是，這一次媽媽再也沒有習慣性忽略姐姐，在安頓好弟弟後，她同樣溫柔地俯身背起女兒，用最樸素最真誠的行動徹底打破了多年以來的偏心與偏愛。這一刻，公平的愛穩穩落在了2個孩子身上，也悄悄撫平了姐姐心底積攢多年的委屈與傷痕，讓姐姐終於感受到自己也是被媽媽好好愛着的孩子。看到媽媽辛苦地背着姐姐，弟弟也悄悄褪去了往日的任性與自私，主動上前幫媽媽分擔身上的衣物，學着體諒媽媽的辛苦。經過19個小時的艱難前行，一家人終於並肩站上了山頂。當絕美的風景盡收眼底時，男孩興奮的眼睛都亮了，他馬上提議和媽媽姐姐來一張合照，定格這份難得的美好瞬間。回望一路走過的蜿蜒山路，每一步都充滿了艱辛和挑戰，而這場看似普通的登山之旅也早已成為這個家庭共同的成長修行。在這段旅程裡，媽媽學會了放下偏愛，做到了堅定與公平，讀懂了家庭教育的真諦；姐姐學會了包容過往與生活，和家人釋然和解；弟弟褪去了任性暴力，學會了體諒、擔當與感恩。每個人都在相伴同行中完成了屬於自己的蛻變與成長。往後的日子裡，無論遇到多少風雨和難題，只要一家人緊緊相依同心，並肩彼此包容，互相守護，就沒有翻不過的高山，更沒有跨不過的難關。往後的日子終將滿是溫暖，一路向陽。